有冇？嗯，等，誒有啦，好啊，咁我開嗰個，我已經聽到那個聲音了，第一次試試看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像是有聲音的，我剛剛聽到。今天的不斷說美股，然後跟大家就是 recap 一下感恩節，因為今天接下來就是美股會休市一天，但星期五會有半天。就感恩節，其實美國人是很認真的在過，所以美國的股市也是很認真的有一個所謂的感恩節的氣氛啊，跟大家一起來說一下感恩節之前的一個情況。就昨天其實大家有看到股市的，本來是希望禮拜三，也就是在感恩節之前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熱鬧的狀態，但是其實是結束了連續多日的上漲，反而是三大指數都出現了所謂的調整的情況的，不大符合以前大家對於感恩節那種很喜氣洋洋的一個狀態啊。那就跟大家再回顧一下，其實應該有一個印象是說的是之前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的投行，有些是由空轉多，有些是一直是很看多的，包括高盛就是一直是覺得說蠻好的，甚至是把6000多點的標普500的目標價放到了7000點的這樣的一個位置啊，那看看是多快能夠實現這件事情吧。那市場其實也是蠻好的，在準備這個感恩節假期的到來的。剛剛說的時間點大家明白，那也可以想象，就是成交那一邊，因為很多交易員可能就趁着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去放假了嘛。那出現放假的情況的話，那交易員也會就令到美股的成交變得少了一些。剛剛不是說到以前都在感恩節前一天市場走勢會不錯，星期五走勢也會不錯的，那就看一看吧，因為昨天不算是升得特別好，都有一些回轉，看看禮拜五能不能有一些衝刺，或者說有些感恩節的數據讓大家覺得可以稍微振奮一下精神的一個情況。但是市場呢，其實對於今年的感恩節，尤其是美國叫做黑五，其實類比的就是我覺得雙11其實也是在學黑五啦，就是它是黑五有很多的公司會打折，以前是看到的很多畫面就是去衝百貨公司，現在就沒有啊。現在其實你在網上，你看亞馬遜也好，或者很多的公司都會在網上出現非常大的折扣。然後今年其實是蠻有期待的，因為美國的很多的基礎的數據出來都不錯，所以市場上面做了一個預測，說黑五的銷售額有可能會創歷史的新高，就是我們這邊這是一個預測。現在根據摩根斯丹利發布的一個調查報告顯示說，大家對於前景更為樂觀，比2年前都要樂觀。所以呢，有35%的受訪者都預計這一次的假期的購物支出會比去年同期要增加。根據現在的這個統計呢，差不多是達到了每個人去買禮物啊、食品啊、裝飾品，或者甚至是接下來比如說為聖誕節去準備，預先去支出，可能每個人去到902美元，那很多如果人均有902的話，但這個是比19年可以說是創了19年以來的新的高位，然後也當然比去年再高出了25美元，就大家還是很捨得花錢的，對吧？這個已經是可以看到接下來這個黑五大家帶來的期待啊。那雖然股市上面只有星期五半天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值得憧憬的一個狀態。其中一個是我在這邊給大家看到的一個情況，也是代表着說為什麼黑五不光是在說一些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零售，比如說沃爾瑪、好市多，或者是一些 Dollar Tree， 這個是就是打折扣店，有些人是真的會去折扣店的。根據現在的統計，說是網上首選的其實是網絡的一個認購，這也是為什麼在亞馬遜，包括很多的物流股 UPS、FedEx 被認為說這一輪要稍微大家關注一下的一些信用卡的公司也是有在內。但是呢，線下也有，線下基本上百貨公司、超市、雜貨店、折扣店，那這邊都有一欄啊，包括百貨公司梅西啊、科爾等等啊，就基本上是被認為說有可能這一次黑五
可以比较受惠的情况。那过去10年零售业的黑五的表现，通常是可以看到呢，其实是要比标准普尔500指数要来得好的。我们给大家聊一个标普零售的 ETF 好了 ，XRT。你看它已经率先的升上来了。我看到 TradingView 也在做一个 Friday 的Black Friday 的一个折扣，就有点吸引人。好，这个是 XRT， 其实它是一个跟踪美国零售业的表现的 ETF，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所谓的超市包括好事多等等，都会觉得说市场上面也是有一定的憧憬。另外一个大家有憧憬的，竟然是拼多多。虽然拼多多的股价业绩之后表现的比较差，因为据说 Temu 就是拼多多的子公司 ，Temu 在这个黑色星期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做一个在线营销。其实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 Google 上面买 SEO， 就是他在 Google 上面增加它的曝光率，然后买广告位置，然后人家看到了 Temu 的这个链接或者广告，或者是有一个 banner， 然后就会点进去。据说 Shein 和 Temu 都一直非常大量的在做这件事情，导致甚至影响了亚马逊的销售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11月份，据说Temu就是拼多多下面在美国的那个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18%，但是亚马逊反而只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太强了，就只能说，就有找到一条去在玩线上这件事情是很厉害。但是当然了，人家亚马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概念，股价的表现也明显的比中概的拼多多来得好。同步一下的另外的一个 topic 是昨天大家很关注的 PCE。PCE 其实真的是很核心的，作为大家预判 CPI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根据10月份的数据呢，是达到了 2.8%， 是昨天刚刚公布的。那有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处于比较高的位置，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减息的步伐呢？事实上是没有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CME 的 Fed Watch， 差不多有一点点影响。就是之前是可能公布之后是70%对30%，现在是68.2%对31.8%。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图怎么看，有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他现在是预计的是12月份，就12月18号的这一次接下来的这个减息，它有多大的一个程度会减，有多大的一个程度会按兵不动。那现在市场上面主要多的朋友还是认为说会减。那会减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其实并没有很担心通胀的一些数据的情况，但是呢，它的所有的经济数据表现的可以说是都是非常的好。其中一个是感恩节前一周的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量降到了7个月以来的低点，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大量的裁员啊，所以才会没有那个特别多的人去申领救济金。那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其实还是有非常强烈的韧性啊。同样呢，因为消费者支出非常的好的一个情况下面，第三季度的 GDP 它这一次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数据啊，看到第三季度的 GDP 现在虽然是微调到了 2.8%， 然后呢是比上个季度的 3% 有所放缓，但是呢已经是连续8个季度超过 2%， 然后其中最重要的消费的支出增长了 3.5%， 是今年以来的最好的水平。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就很好，就整体的一个数据没有坏消息。甚至你去看他们一个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他公布的买楼的数据，申请的那个 mortgage 的那个指标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其实某些程度也可以给大家解释到美国它整个的一个强势的股价的情况。好了，看一下昨天的一些个股的表现，就选几个特别的
来说吧，特斯拉和英伟达还是排名比较靠前，不过两个都是跌了大概1%左右。比较瞩目的跌幅来自于戴尔啊，其实它和惠普一样，整个的一个业绩的营收也好，以及4季度的业绩的指引都不大好，所以其实是拖累了整体的包括芯片股当中的一些表现的。有一个大家应该还比较耳熟能详的 CrowdStrike， 还记得吗？它在过去的这个季度曾经发生过蓝屏事件，令到很多人的电脑一下子就出现蓝屏，然后刮掉的，就是这个 CRWD 啊。它昨天也是继续出现一个暴跌的情况，那可以想象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包括它的接下来的第4季度的一个盈利的预测，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看看这一部分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包括博通啊等等的有一些业绩能够振兴一下，带动一下整个的一个芯片股的一个表现吧。这是整个大盘。那最后呢，哎呀没办法，还是逃不开特斯拉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特斯拉的2件事情吧。应该说，首先跟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关的呢是，虽然特朗普他说他会取消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这件事情，但是加州州长呢纽森他说，联邦政府你不补贴，我们加州还会继续补贴，而且同时你要知道，我们加州电动汽车补贴的计划还是会排除特斯拉的，希望能够增加市场的竞争和创新啊。所以那个对手 rival 就升得比较好一点。然后那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马斯克和加州州长关系没有特别好，当时连 X Space 都移到了德州去，然后不再选择在加州，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那马斯克现在在忙其他的事情啦，就是他这里 Twitter 说的 Delete CFPB 啊，其实是个什么机构呢？他有一个宏图大志，他说现在有428个联邦的机构，他计划是要把这些机构裁减到99个。我也不知道那些公务员如果他这样裁完了以后他会去哪里啊。但是当然就是他在做的这个 Dodge 这件事情大家还是可以关注啦，就是受影响的其实是一些要拿很多美国政府的资金来进行他的整个业务运作，就是美国政府是他的客户的那些公司受影响比较大，对吧？然后这个是马斯克他在做的这个 Dodge 受到的影响，但是他的自己股价这一边还是跟包括 FSD 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的速度啦，然后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广比较关系啊。我甚至觉得大家现在要密切的关注现在这点。我知道它急升以后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政策上面呢，大家也觉得说加州政府好像有点跟特朗普对着干的那个意思，觉得说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的因素。但是请大家珍惜好吗？他现在在调整，特朗普怎么样都会上台的，好吗？那上台了以后，按照现在的这个计划啊，不管是自动驾驶，不管是那个人工智能，反正就是你能够想象到的事情，都在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上面有可能是最为受惠的一个情况。所以真正的特朗普交易股份啊，特斯拉现在有调整，大家珍惜这个调整的机会啊。还有一个话题，对，还有个话题要跟大家讲比特币的。比特币就刚刚在做节目的这个时候，突然看到就是在冲96000是吗？对，96000暂时没有冲上啊，现在是95000的一个状态。那就我们延续到这个礼拜吧，因为10万的美元的这个关口，其实还是就蛮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抛售的一个关口的位置。因为有很多朋友不是现在才开始买，人家买了很久了，对吧？然后现在它是没有任何卸货的一个产品，大家看看，对吧？10万就是10万的这个位置是个新高。那它最近为什么又好一点了呢？是有一个新闻传出来，说是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已经面试了一位叫做 Paul Atkins 作为 SEC 的候选人。那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非常的 pro 整个的数字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SEC 现在如果他有新的领导人现在备选，而大家又觉得说他是比较 pro crypto 的，被认为他是怎么说他的？他说
他成立了一家金融业的为大客户来提供服务咨询的公司，他是数字资产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坚定支持者，那就比较 fintech 啊，比较 crypto 啊，这就是刚刚这个有传出来说有可能做新的 SEC 美国证券交易会的候选人的 Paul Atkins， 看看吧，比特币他以及他一众带领的其他的股份有没有可能啊继续的有更多的热闹的一个情况出现。以上是今天的不断说美股啦，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希望啊能够通过每天跟大家跟进市场上面的不同的消息，然后寻找到你自己各自的一个投资的方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点赞我们。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嗯，我还没end。